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本周的空闲时间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，明明有空？咦，大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想象一下，朋友问你周末计划。正常我会说还没安排，怎么？对，但有时我会犹豫，怕说有空。哈哈，我懂，是不是怕被安排事情？没错，有空好像意味着可以被使唤。是啊，别人会觉得你真的特别闲。所以，我有时会说有点忙，即使不忙。这周你是不是也有点忙呢？哈哈。哈哈，你猜对了，这周空闲时间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工作多还是有别的事？工作不少，还有一些家务要处理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你的空闲时间是零吗？也不是零，要挤出时间做想做的事。我也觉得，空闲时间真的要挤。比如，我计划周五晚上看一部电影。这是你的奖励时间吗？听起来不错。是的，工作一周需要好好放松。你会一个人看，还是和家人一起呢？可能一个人吧，享受安静的时光。一个人享受空闲，这种方式也很好。你呢？这周有什么特别的空闲安排吗？我这周想去公园散步，亲近自然。散步很好啊，有助于放松身心。对，我觉得大自然能让我心情变好。有些人空闲时喜欢一直玩手机。那不算真正放松，对眼睛不好。真正的放松应该是让大脑休息。或是做平时没时间做的事情。比如学习新技能，或者看书。我最近买了新书，正想好好读呢。阅读也是一种很好的空闲利用方式。是啊，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。你有没有觉得空闲反而会焦虑？哎呀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好像大家都在忙，自己闲下来会不安。好像闲着就是浪费时间一样。这种忙碌文化真的很有趣。是的，社会好像鼓励我们一直努力。但人也需要休息，需要真正的空闲。休息好了，才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。所以我努力学着享受我的空闲。怎么享受呢？有什么好的小建议吗？比如，不带手机，专心做一件事。这个很难，我总想随时看手机。或是和朋友小聚，聊聊天，很轻松。对，和朋友一起，时间过得很快。空闲时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定义。但最重要的是让它充满意义和快乐。对，意义和快乐确实是关键。我发现，空闲时间也分种类。哦，怎么说？还有这种分法？有时是完全放松，有时是学习。学习也算空闲吗？有点新奇。算啊，只要你主动选，乐在其中。比如呢？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？比如，我周末会学做一道新菜。哇，听起来很有趣，而且实用。从买菜到烹饪，全程都享受。这样不仅放松，还有成就感。是的，这就是我说的有意义。
这让空闲变得更充实了。我有个朋友，周末总去图书馆。他是学习吗？还是享受安静？他说那里有种独特的氛围。现代人好像越来越喜欢独处。没错，但适度的社交很重要。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轻松聊天。说到这，你知道偷得浮生半日闲吗？哎，这个词很有诗意，我喜欢。它指繁忙中挤出一点时间放松。古人早就懂得享受生活了呀。这种智慧现在也很有借鉴意义。真的，古人的智慧永不过时。不过，有时想放松，却心神不宁。我懂，想太多反而更累。对，大脑停不下来，总想工作。那你有什么办法来清空大脑？我会选择运动，比如去跑步。运动确实能让人专注当下。或是听听音乐，什么都不想。哇，你真是个享受生活的大师。你呢？你有没有空闲焦虑？有时会，周末不知该做些什么。对，计划太多反而让人觉得累。我发现有时候随机性会更好。随机性，具体是怎样做到的？比如，不提前预定，心血来潮。就像我上次突然决定去爬山。对，那种感觉很自由，没压力。是的，体验感也特别的好。这种说走就走的洒脱很棒。关键是放下那些不必要的包袱。让心情随着自己的感觉走。那么，关于空闲时间，我们聊了很多。是啊，也学到了很多新的想法。但有一种情况让很多人头疼。哦，什么情况？听起来很神秘。就是当空闲时间太长，你会怎样？这可是个大难题。对，很多人反而会觉得焦虑。没错，一开始可能很兴奋，之后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我上次连休5天，真的发愁。哇，5天，那感觉怎么样？前2天很放松，后面就开始无聊。无聊，这个词说的真到位。好像突然没了方向，很空虚。对，那种无所事事的空虚感。我觉得需要一些目标性活动。比如给自己找点小任务。是的，我上次就学了做糖画。糖画，那很有趣，很传统。第一次熬糖，手忙脚乱的。哈哈，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。后来做出小兔子，很有成就。这就是把空闲填满的办法。找到一件让自己投入的事。不只是消磨时间那么简单。它能让人修身养性。修身养性，这个词用得妙。指的是陶冶性情，保持平和。对，就像古人弹琴、下棋一样。现代人可以做手工或者烘焙。投入其中，心就静下来了。那么，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会呢？比如，你们用什么来修身养性？找到自己的乐趣很重要哦。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慢生活。慢生活，
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倡。对，它不是真的慢，而是心境。心境，能具体说说吗？比如喝茶，体会每一道工序。不再匆忙，享受过程。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沉浸式体验，不追求效率。感觉像是给心灵放了个假。这种状态真的很难得，很奢侈。但是，有时候这种空闲是被迫的。被迫的，那是指什么情况？比如待业，或者突然的变故。那就不仅仅是无聊了。是的，心理压力会非常大。那样的空闲时间，挑战性更高。如何调整心态，是个大课题。这就不是简单找乐子能解决的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深入聊聊。聊聊如何面对那种空闲吧。聊聊如何面对那种空闲吧。是啊，这确实是个大难题。首先，心态调整非常关键。没错，不能一直沉溺负面情绪。中国人常说穷则思变嘛。化压力为动力，寻找出路。我有朋友待业时去学了门手艺。哇，这真是苦中作乐的典范。是啊，而且还找到了新的兴趣。苦中作乐就是从逆境找乐趣。这体现了很强的生命韧性呢。还有随遇而安的心境。不强求，但也不放弃努力。我妈妈当年下岗后就去社区帮忙。找到了新的社会价值。是的，她说感觉自己很充实。这种自我认同很重要。比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好多了。你觉得这种时候，人最想做点什么呢？可能想找人倾诉，或者发呆。我猜也有人会选择沉静下来。比如写写字，或者泡一壶茶。对，这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。让浮躁的心安定下来，很治愈。中国古人很注重这些呢。是的，通过简单的事找回平静。就像打太极，慢下来感受当下。我想起我爷爷常画山水画。他在画中找到了怎样的空闲？他说那是心游万仞，很自由。心游万仞这个词真美啊。说到这，我还知道一个词禅定。这和冥想有点像吧？差不多，就是专注于一件事，放空。这需要很强的自制力呢。是啊，但也能带来真正的平静。这种平静比强行找乐子更深层。是心灵深处的满足感。但有时候，空闲期还会带着负债。哇，那压力就不仅仅是心态问题了。是啊，如何化解经济压力和精神困境？那就不仅仅是修身养性能解决的。需要更实际的应对策略和智慧。比如，如何开源节流，重新规划。下次我们可以深入聊聊这个。聊聊那种空闲期的自救方法吧。好的，那需要很多勇气和智慧。也是对人生的一次真正考验。没错，如何绝境逢生呢？我们下次好好探讨一下。
我们下次好好探讨一下。是啊，那话题太沉重了。我们可以先聊点轻松的。比如，你这周的空闲时光。哈哈，我的空闲时光。对呀，是不是又虚度光阴了？哎，还真有点这个意思。怎么说呢？说说你的故事。本来想学新菜，结果刷剧了。这就是典型的3分钟热度。没错，常常虎头蛇尾的。虚度光阴这词用得真形象。他强调时间的流逝，没有价值。中国人很看重时间的效率，觉得浪费时间是很大的罪过，甚至会有蹉跎岁月的感叹。这种观念从小就根深蒂固。是啊，我们总被教育要惜时，所以空闲也得有意义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情况？哪种情况？快告诉我。就是把空闲排得满满当当。然后呢？结果怎么样？最后一件也没完成，更累了。哇塞，这简直是我的写照。这种瞎忙活特别常见。感觉像被内卷到空闲时间了。是啊，大家都想做斜杠青年。但有时躺平才最放松。没错，这在文化里是个悖论。如何平衡就很重要了。你觉得什么才算高质量的空闲？让我好好想想，这真不容易。比如，我曾有次把手机关机。哇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。我只是想安静地看本书。结果呢？有没有被打扰？没有，那感觉特别的宁静。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我觉得那就是心流状态。哪怕只是发呆，也很有收获。但很多人觉得发呆是浪费。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。我们下次可以聊聊发呆哲学。听起来就很深奥，我很期待。还有，如何抵御外界的干扰。比如那些突如其来的聚会。对，那些会打乱计划的事情。哈哈，这简直是另一大难题。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是啊，学会拒绝也很重要。尤其在中国文化里，这更是一门艺术。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的感受，怕扫了大家的兴致，所以很难开口。结果自己的计划就被打乱了。所以要找到平衡点，既能享受社交，也能保有自我。这种平衡感确实很难掌握。但我觉得值得我们去练习。是啊，毕竟空闲时间很宝贵。对我们来说，它意味着充电，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。很多人都说，现代人需要慢下来。我也深有同感，生活节奏太快了。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真的很重要。无论是发呆还是看书，找到自己的心流状态，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世界。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。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吧。没错，关于如何好好利用空闲时间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重点。
从发呆到心流，再到如何管理。确实涵盖了很多方面呢。对，而且大家可能都有共鸣。毕竟每个人都需要自由的时刻。这种自由是内心的放松，而不是单纯的无所事事。关键在于你能否真正享受它，和它带给你的内心滋养。所以下次再有空闲时间，你会怎么更好的安排呢？我想我会先问问自己的心。哈哈，这听起来很有智慧。是啊，今天我们聊得特别投入。从发呆到心流，收获真的很多。尤其学会了守护自己的宁静，并且找到了应对打扰的方法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平时会怎样安排空闲时间呢？又如何抵抗那些突如其来的打扰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妙招。你们的经验对我们也很重要。还有，下周我们聊聊情绪管理，学习如何在高压下保持平静。这也是现代人共同的挑战。期待下次和大家一起探索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我们下期再会。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。